一个演员的变形能力到底能有多夸张？聊聊肖战的5个角色，你猜怎么着？我最近突然想通一个事儿，我一直觉得吧，判断一个演员最好的标准从来不是他红不红，而是你看完他的戏，记住的到底是他这个人，还是他演的那个角色。魏无羡、石颖这些具体的人。带着这个想法，前阵子我把他这几年的戏一步一步倒回去连着看，看完我才回过神来，哦，原来他是真在照着这个方向走。行，那今天这期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哈，咱们不聊流量，不聊数据，不聊别的任何事儿。今天只聊一件事，戏路。说白了就是一个问题，一个演员到底能在多少种完全不同的人之间来回切换，切得干不干净。而且我先把标准立清楚，免得有人误会。作为他的粉丝，我当然有偏爱，这个我不藏着，但这次的判断我可以跟你保证是公平的，因为我用的标准根本不是谁演的最好这种没法比的东西。我用的是一个能量化的维度，角色和角色之间的距离有多远，从 A 切到 B 的时候，观众信不信？就这，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所以今天不排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啊，我就挑5个反差最大的角色，一个一个拆。你听我说。好，第一个，魏无羡，陈情令，2019年。这个角色说起来我得补一句，他其实是一个人身上装了2个年纪的活儿。你想想看，前半段的魏无羡那是个什么状态？意气风发，爱笑，有点吊儿郎当，走路都是飘的。可到了16年之后归来那一段，同一张脸，你得让观众相信这个人已经把该受的苦全受完了。这个特别难，因为你换的不是造型，造型好换，你换的是一个人身上的重量。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笑的方式变了，前期那个笑是往外扩的，藏不住，后期那个笑，怎么说呢，是往里收的，笑到一半是收着的。这种细节剧本不会写，这里请用一个收着的笑，这是演员自己往里填的东西。翻译成人话就是他用同一个角色演出了2个人生阶段，这个是他戏路的起点，起点就摆在这儿了。说回这个事，第二个，石颖，玉骨遥，2023年。空桑世子，孤高，清冷。我知道这部戏当时网上有一些不同的声音，有人对整体有讨论，但你注意啊，我今天不聊那个，我只聊石颖这一个角色本身，因为这2件事儿真的得分开看。这个角色说实话是块硬骨头，信息量极大，身世复杂，情绪还必须压着演，不能外放。在那样一个角色框架里，能把这个冷稳稳撑住，其实不容易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角色不是靠使劲能演出来的。我最想说的是他处理冷的方式。他没有把清冷演成面瘫，这是2码事儿。他那个冷是有温度差的，就是表面结着冰，可你能从眼睛里看到底下压着痛。这个火候，说真的，刚刚好。从爱笑的魏无羡到把情绪全压住的石颖，你看，距离已经拉开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前面2个都还是古装，他要真只会古装，那也称不上戏路宽，对吧？所以第3个我要跳出古装了。肖春生，梦中的那片海，2023年。年代剧，70年代的北京，一个普通的时代青年，而且素颜出演。我跟你讲，这一部在我看来是最能说明问题的。古装有滤镜，有造型，有氛围帮你撑着，可年代剧全给你扒了。没有仙气，没有华服，就是一个骑着自行车，一身烟火气的北京小伙儿。这2个赛道之间的距离比很多人想象的大得多。这一步其实是走的大棋。你想，一个靠古装被大家记住的演员，敢主动把最保护自己的那层东西扔掉，去演一个接地气的普通人，这不是省事儿的选择，这是往难处走。不吃老本，我觉得这4个字他配得上。拉回来，拉回来。到这儿咱们停一下。你发现规律了吗？3个角色，3个完全不同的人。这不是换发型换戏服的区别，是换人。而接下来这2个难度又上了一个台阶。第4个，郭靖。
2025年，徐克的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侠之大者，武侠，而且是电影，是大银幕。这里我得说句公道话，武侠电影这个东西，尤其是金庸改编，又是徐克来拍，难度是拉满的，观众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郭靖，谁来演都得挨审视。这不是某一个演员能左右的，这是这类项目本身的高门槛。网上其实有种声音就说的挺客观，徐克和肖战都尽力了，而我最想让你看见的是他为这个角色下的功夫。为了戏里的蒙古背景，他去学了蒙古语，这个我印象里在预告里是真能听到的，不过具体细节大家可以自己去核对一下，我这凭印象说别太当真。这种准备是藏在成片背后你看不太到，但确实做了的东西。从飘逸的柿子到一个憨厚敦实的郭靖，气质上完全是两个人。这个投入我觉得得给。好，最后一个，也是我今天特意留到最后的，藏海。藏海传，2025年，郑晓龙导演。一个黑化的复仇的谋士。为什么我留到最后？因为如果说前面几个是在暖和冷、古和今之间移动，那藏海是直接把光谱拉到了最暗那一头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大家对他最早的印象其实是阳光男神，对吧？是那种一笑很干净的形象。可藏海这个角色要的恰恰是把那份阳光彻底藏起来。这个片名都叫藏海了，我觉得挺妙的，某种程度上也像是把他自己最标志性的那部分藏了起来。为了贴合这个角色的状态，他在体型上也做了调整。你看，从郭靖到藏海，为了角色，他连身体状态都在跟着变。这个我服。一个满血级别的演员，才有这种从最亮切到最暗的从容。好，5个角色说完了，你把他们连起来看，爱笑的魏无羡，压着痛的石影，烟火气的萧春生，敦实的郭靖，暗到底的藏海。仙侠、奇幻、年代、武侠、权谋，5条完全不同的赛道，5个几乎认不出是同一个人的人。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聊的戏路宽，不是嘴上说说，是一个角色一个角色，一次改造一次改造，实打实堆出来的。那最后我不跟你煽情，我给你留个具体的活儿，你去干一件事，把魏无羡前期那个往外扩的笑，跟藏海那个藏起来的眼神连着放一遍，就这2段连着看。看完你回评论区告诉我一句话，你信不信这是同一个人？我赌大部分人会愣一下。懂戏的人会看见这种把自己一次次拆开，再重装成另一个人的功夫。这种坚持值得被看见。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行，今天这期就到这。